嗨，大家好，我是美蕾老师。很多朋友都问我我真的对儿童画很有兴趣，但是我并不是美术科系毕业，我可以当美术老师吗？那我们要了解我们教儿童美术到底要给孩子什么呢？我把它分为3点。第一点呢，我们希望孩子能无拘无束的展现他天马行空的世界，让画画变成是纸上的旅游，把他的生活的一切呢记录下来。第二，我们要从孩子的画面中了解孩子的内在心思。我们来看看这张猫头鹰，哇，这画面上红彤彤的一片，你可以感觉上好像很多的爱心不断的涌出来，像吹泡泡一样。可见的这个孩子在画画的时候呢，他心中是无忧无虑的，他是非常的放松的表达他自己。再来看看第2张猫头鹰，哇，看着那猫头鹰拍着翅膀，哇，快，要追逐那只前面那只什么小老鼠啊，就想把它吃掉。可见这个孩子的心思呢是放在生活的情境，他的企图心很强烈，他的占有心很强，这可以推敲得出来哦。第3张猫头鹰哇，你会发现孩子右眼睛跟左眼睛所表达的情感是不同的，可见这个孩子非常的机灵，情绪上的变化的起伏非常大。再从这个毛发上你会发现，很急促，可见的性子比较急，耐心上呢，要多一些陪伴，让他慢慢的，来从画画中改变。第3，我们要让美的能量呢，能丰富孩子的生命，能欣赏大自然一切的美好，让孩子的内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充实。再接下来呢，我们聊聊到底美术科系在学校里学些什么？那他们有什么样的特长呢？美术系它有绘画基础，但是它所谓的绘画基础是属于大人式的一个绘画方式的一个传达。他们所学的素描、水彩、油画等等媒材，就是一般大家所说的学院派。再来这个纯美术他们很重视是个人的创作理念传达，不管是装置艺术啦，或是数位等等。但是这些东西表达的方式呢，都是非常个人式的一个创作方式，与孩子所说的绘画基础是迥然不同的。再来谈谈商业设计，它是属于应用美术，它是属于整合视觉传达、商业行销，重视的是一个品牌，还有包装等等，还有所谓的广告设计。那这个跟孩子儿童美术的内涵根本就迥然不同不管是纯美术或是商业设计毕业的孩子他们呢都还在属于摸索阶段。那对于他自己的创作呢方向也都在寻觅觅中。我从2018年就开始做原创点师资培训，后来我整理一下，有发现有个共性，不管你是美术系啦、商业设计啦、多媒体啦，甚至是幼保科或是素人，其实通通很容易变成填鸭老师。为什么呢？每一个人在教孩子的时候，对儿童美术的心智并不是那么熟悉的时候，这么了解的时候，很容易复制在他学生时代的时候他
的老师所传的那一套方式再丢给小孩，不自觉的，不小心的变成填鸭老师。再来谈谈幼保科或是素人啊，他们常常说啊，哎呀，我对画画那么不熟，我很想当儿童美术老师，我是不是要去大学里修一些学分啊，学油画啦，学素描？各位，你想想看，适合吗？大学里传达的是属于大人式的描绘，那跟儿童画完全是迥然不同。那我们来谈谈什么是大人式的描绘。简单讲啊，所谓的大人式的描绘，就是用大人的思维，你比较注重这个物体的真实感。再来呢，还有它的比例安排，再来就是它的空间布局，这就属于大人式的考量。那你想想看，这对孩子来讲，他能驾驭吗？他能意会吗？哦，那真的大家要好好思考一下。不管你是美术系、商业设计、多媒体或是幼保科，其实啊，大家对儿童美术教学啊并不熟悉哦。再来跟大家分享，儿童美术教学啊是一个返璞归真、天使般的工作，会让一个从事这个工作人呢，生命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快乐。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来加入我们行列哦，拜拜。